方改越前路。寒冬发作间隔越来越短，今天必须拿到暖阳宝玉。谁？韩大哥，你谁？是我，莫彩环。快开门！就你一个人？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是不是病得特别重？你怎么找来的？你那个高大的随从，谁都能看得见。什么事？给你，暖阳宝玉，你快点拿去解毒吧。暖阳宝玉？这怎么可能？你放心，这个是真的暖阳宝玉，我不会害你的。韩大哥，怎么会中毒这么重？
韩大哥，韩大哥，你醒了。韩大哥，你看，真的是暖阳宝玉。嗯，我刚才睡着了。是。啊，这个是我刚刚为你解毒放的血，最开始都是黑色的，现在已经正常鲜血的颜色了，不然的话你现在还醒不过来呢。啊，我来吧。啊。这宝玉，你怎么拿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让你给我？其实，我娘亲和姐姐他们是好人，他们只是被歹人欺负怕了，就想留你下来保护我们，并不是存了什么坏的心思，只是他们不懂。这家园城，连我爹都留不住，又怎么能留得住你呢？你先喝了这个吧，这是3七散。这个暖阳宝玉，是我爹留给我的嫁妆，姐姐们也有她们各自的嫁妆。我跟娘亲说了，我以后不嫁人，所以用不上嫁妆。还有这个消玉丹，你喜欢医术？看我爹留下的医书学的。莫老是个好大夫，只可惜他不想做个大夫，只想成仙。我以前一直不相信暖阳宝玉解毒的能力这么厉害。我也是。虽然是你爹给我下的毒，但我还是相信他说，只有暖阳宝玉能救我。嗯，不，他说的也不全对，是你救了我。把玉给我吧。啊？我的意思是，把它拿出去晒晒太阳，看它能不能恢复雪白。好。
收好吧，它是你的。还是你留着吧。彩环有一事相求。说吧，杀谁？哦，不是的，我想你带我一起离开。恕难从命。好吧。要不，你先在墨家住下，要有歹人捣乱，你也好保护他们。等我找到修仙之地，安顿下来，再来接你，可好？嗯。莫姑娘，见字如面，我走了。许欢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你父亲的好徒弟。我暂将他先留在莫府，待人上门捣乱的话，多少有些顾忌。这瓶丹药是留给你的，寒力虚功。韩大哥，相逢别离，寻寻觅觅，无人与相依。
文竹姐姐，婉儿，20年了，你总算舍得出关了。师姐，近来山下有什么新鲜事吗？太阳底下能有什么新鲜事？无非就是一些打打杀杀、明争暗斗的事。还好祖师爷立下规矩，禁止干涉世俗王朝，还是很英明的。是啊，有些人就喜欢把人生苦短挂嘴边。如果真给他们多活些日子，还真不知道会出些什么力气来。你呀，比谁都清楚，那怎么还下山去管那些闲事？魔道也好，邪修也罢，总是处不干净的。不如管好自己的修为，眼不见为净。师姐还真是淡定。只可惜我修的是素女轮回诀，讲究的就是顺心顺意，见不得不平事。我只好多下山看看了。说你也不听，红尘最毒，小心自己陷进去。师姐你就别担心了，我这次先去其他6派走访一圈，再去看看有没有邪修和魔道作乱，很快就回来了。别忘了来主持下一次的升仙大会。该轮到咱们了。放心吧，师姐。修仙者好像很少现身在世俗之中，他们平时都在哪儿？太南山谷真的有修仙者吗？我也想看看他们眼中的风景。家园城以南百里的山谷，终年被云雾笼罩。这图上的太南山谷，应该就是此处了。拿。这条外小山到底怎么称呼？韩立，哦，原来是韩兄啊！我看你孤身一人，想必也是想到太南山谷的散修吧？不是这样，咱们结伴而行。结伴儿？啊，你不会是迷路了吧？我跟你说，韩兄，你可别看不起我。虽然呢，我这修为不高，但是太南山谷这点门道，我可是早就摸清楚了。那行，一起走吧，你带路。嗯，走。你刚说的散修是什么？啊，就是像你我这样，既不是偃月宗之类的7派弟子，也不属于燕家堡那样的修仙世家，总是独自修行，这就是散修。这人似乎知道不少修仙里的门道，或许可以问出点什么。万兄，你有没有什么办法破除眼前的迷雾啊？一看韩兄就是才成为修仙者不久吧？这迷雾屏障啊，每10年才开启一次，进不去，证明这时间还没到呢。来个果子。之前听人说，仙人不食五谷，餐风饮露吃石头，看来也不是真的呀。那个呀，是真仙人。你我这样的呢，只能叫做修士。真仙人呢，能与天地同岁。与天地同岁，难怪莫大夫拼了命的想要修仙。但是以咱俩目前这修为啊，充其量也就活个100年吧。100年不错了。开了！喂，万兄，万兄，快进来！来看一下，韩冰姐来了解一下，韩冰姐叫高飞葫芦。看一下啊，万兄，这是这就是太南小会，太南山谷的活动呢要持续3天，
咱们运气好，正好赶上开市。来看一看。来，百年铁剑蛇哎，赠我青牛万物之一呀！寒冰剑喽，最后的寒冰剑，只要20块零食。灵活，要不要？来看一下啊！哎，小哥哥，来看看我们的宝贝。高杯葫芦，高杯葫芦只要3零食。嗨，这些都是寻常货物，没什么用。这还寻常？道友，看看葫芦吧。这些是要拿零食换的，你有吗？再说了，价格可不公道。灵石是修仙界的通用货币。走吧，韩兄。这灵石啊，顾名思义就是充满灵气的矿石。好的灵石呢，通体透亮，能直接当照明法器使用。我的这块虽然次了点，但是用作给法阵充能，或者是用作武斗后修复灵力，也是够格的。又是散修，第几个了？回师祖，第7个。师祖，我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燕，莫非是燕家宝？这些世家弟子，专门以欺负散修为乐。行了，没查清楚前不要妄议。结界已开，如今山谷内汇聚了大量的散修和世家弟子，双方积怨已久，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雨儿、晴儿，你们再派些人手，就镇守在山谷中，在圣仙大会召开前，不能再有新的事端了。是。姑娘好眼力，这个镯子上面镶嵌的绿色宝石，乃是用2品双熟的眼睛所炼制，就是价格贵了点，500灵石。500？你怎么不去抢啊？你知不知道？好了，物以稀为贵，我爹一定喜欢。姑娘，这拿着。多谢姑娘。哎呀，就是也显灵了。站住！就是他们杀的刘道友。一派胡言！你这去哪里？筑基期修士居然给他当保镖，这姑娘什么来头？风师兄，谁让你们来的？如烟小姐息怒，您的安危事关燕家堡存亡，宝族吩咐，务必保证您的安全。她就是燕如烟啊！燕如烟，这燕家很有名吗？那是当然了。燕家是越国名列前茅的修仙世家，那个堡主燕云山，哦，就是这姑娘的父亲，那可是结丹期的修士。万兄真是见多识广，佩服佩服。这小子懂得可真多，我得多听他讲讲。我跟你说啊，在越国这修仙界的事儿，就没有我万小山不知道的。韩兄还想知道什么，尽管问。谢了，万兄，叫我小山就行。小山兄。七派有令，但凡闹事者，即刻逐出太南山山谷，取消考核资格。聂尔等是初犯，下不为例，速速离开。哎，他手里拿的那块，那可是偃月宗结丹期修士的右派。如烟姑娘，南宫师祖有请。这是何意？难不成为了几个散修，你们偃月宗要为难我燕家堡？风师兄不得无礼。
你们先退下，我去就回。还行，走。今天什么日子啊？筑基修士给人当保镖，还见识了结丹期修士的腰牌。哦，这就叫一山更比一山高。我跟你说，韩兄，日后只要见到这样的人啊，掉头就跑才是上策。好，走吧，我带你继续逛逛。这一路真是辛苦小山兄了。客气，这天下散修一家亲嘛。韩兄还有什么？哎呦，没事吧？啊，你没事吧？没事，多谢。看着点路啊。好。这位道友还真是好身手啊。不过，还是把荷包还给方才那位道友吧。你不是答应过我们不再偷了吗？小山兄，看来这修仙界也有毛贼啊。他偷你的钱袋在先，我替你拿点利息，不过分吧？啊，我嘛就想进来玩玩，又不是不还。给我！哎，给我！他抢我东西不还他！二位，还是看看有没有宝物损失吧。对，此事发生在我清文会地段，我们道长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你们是清文会的呀？在下法号清文，这位是我的道侣胡平姑。小兄弟既然知道清文会，那么给我们二人一个面子，就别跟那位散修兄弟计较了。几位一唱一和的，怕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吧？韩兄，这位清文道长出强扶弱，在咱们散修界很有口碑的。既然你我都没有什么损失，要不然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吧。没事啊，没事。走啊，韩兄。哎，钱袋还我。多谢啊。二位，吴九指这个人虽然贪玩，但他没有恶意。如有冒犯，在下愿替他向二位道歉。是啊，这两人若不是伪君子，还不知二位小也肯定是烂好人，还是离他们远点。客气了，道长。在下万小山，这位是我兄弟韩立。这就把我名字暴露了。两位道友一看就是来参加七派选拔的吧？我们清文会在附近包下了一片场地，正准备与那些散修共商选拔一事。二位若是有兴趣，不如一起吧。好啊。师祖，燕家堡的如烟小姐到了。燕家堡燕如烟拜见南宫师祖。听说你来泰南，带了不少护卫。南宫师祖，别的世家如何我不清楚，但我可以保证，从进入泰南开始，我的侍卫就一刻不离地护着我。有散修失踪一事，绝对与燕家堡无关。你消息倒是灵通，但这个你要如何解释？这是在一位散修的尸体附近发现的。师祖，我的一名侍女从刚进入泰南开始，便被人盗走了令牌，这分明是有人栽赃。想好进哪个门派了吗？祖父曾多次提起灵寿山，但我还是更喜欢偃月宗。你比你祖父有眼光。行了，回去吧，好好准备明天的升仙大会。师祖，方才那些散修行事冲动，分明是被他人利用。可我燕家堡鲜少与人交恶，您可知道，是谁想要陷害我们？依我看，他们的目标远不止燕家堡。你的一言一行，不只代表燕家，也代表了你们这批世家子弟。有人在恶意激化世家子弟与散修之间的矛盾。
如烟告退。师祖，这么聪明的小姑娘，可不能被灵寿山抢去。二位，这里就是咱们青文会的聚集地。来到我们这里，天下散修都是一家，欢迎欢迎，欢迎了，欢迎欢迎二位大爷了，欢迎了。来先。这是越国地图吧？这幅地图是贫道偶然所得，觉得很有意思，都可以在上面找找七派的位置。这儿是偃月宗，这是化道悟，那是清虚门，天学堡是黄风谷，哎，这个是巨剑门。这7个修仙门派啊，共称为七派，是千年之前呢一次大战之后在越国留下。那燕家堡的位置呢？燕家堡在这儿，这儿燕家堡。对，那咱们散修的位置？散修，不光是地图上没有，恐怕这越国也快没有咱们散修的位置。好了，青文，请两位来是商讨七派选拔之事，说这些做什么？二位抱歉，近来接连有散修兄弟失踪，还有不少落单的修士。青文，这二人什么意思啊？要说不说，反而让人在意。同为修仙者，凭什么有些人一出生便能获得所有的修仙资源，而我们只为一粒筑基丹，就得拿命来换？筑基丹？哎，什么是筑基丹？这个你必须要知道啊。筑基丹呢，是帮助修炼者突破炼气期，进入到更高一层筑基期的丹药。炼气？我现在是哪一期？这刚刚开始修炼的呀，都是炼气期。这下好了。然后呢？然后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修仙界按照境界的划分呢，分为上、中、下3个境界。这个下境界呢，分为炼气、筑基、结丹、元婴、化神5层；中境界呢，分为炼虚、合体、大成3层。到了上境界，就只剩下渡劫这层关口了。渡过此层，就可以飞升仙界，与天同寿了。但都只是传说，这元婴以上的境界谁也没见过。这筑基丹不太好拿吧？何止是不好拿呀？这个筑基丹呀，决定了一个修仙者他的命运，更关乎的是一个门派未来的实力走向。所以呢，以往这些筑基丹都是垄断在七派和修仙世家手里，都在他们手里啊。哎，直到有了这个升仙选拔，我跟你说，韩兄，这个升仙选拔呢，表面上看是为了竞争这个七派的名额，实则呀，都是在竞争这个筑基丹。 500年前，一位散修前辈聚集了数千名散修，与七派进行商讨，才换得我们现在能与世家子弟公平竞争进入七派的机会，但也换来他们恶意的针对。可争论起来，让我们这些不带任何资源的散修和那些从小就泡在灵药罐子里的世家子弟比，算什么公平？对，这算什么公平？狼多肉少，也难怪他们对世家子弟有这么大的敌意。 散修那边查得怎么样？已经派了几个人盯上了核心成员，领头的人就叫青文。虽然只有炼气11层，但嘴皮子功夫相当厉害，在散修界有不少的追随者。盯紧了，有任何风吹草动，随时汇报给我。是。各位，七派给我们设下的考验有2个，第一个是明日的灵根测试，第2个 是后天的天雾台升仙比武，天雾台升仙比武9死1生，所以，我们务必要在灵根测试的时候就拿到名额。灵根呢，分为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大家都知道吧？纯才无法修炼的。灵根越多啊，修炼的效果就越差。像有4、5种灵根属性的修士，即便他能感应到天地间的灵气，
但终其一生，他也只能修炼到3、4层罢了。这种灵根又叫伪灵根，有2、3种属性的灵根，那才叫真灵根。哎，道长，那如果是单一灵根呢？那就是万中无一的天灵根。这样的修士啊，绝对是上天的宠儿，修仙的速度肯定逆天。原来修仙跟天赋有这么大关系。那我是真灵根，还是伪灵根？莫大夫也没说呀。希望我是天灵根。通过灵根测试，进入到7派的名额是有限的。那些世家子弟变着法的挤兑我们散修，把我们排挤在7派之外，阻止我们修仙之路。看来这修仙界也是以实力为尊啊。1到13层是程冲更全本。买不？给钱。多少9块0食。？9块0食，太多了。哎，炼气机10层。知道的厉害了吧？还不开副灵食？小妹妹，这本功法呢，我确实想要，但是9块0食太多了，能不能便宜点？你想多少？2块。嗯。大哥、二哥、三姐、四哥，你们快来！快来呀！这儿来！咱偷看他功法，还不给0食，我买9块，他只肯给2块。这什么强盗逻辑啊？咋知道？你咋知道我们修仙之前做过强盗了？没咋知道的啊！俺不都知道很多年了。你咋知道的？你就说你是咋知道的？各位，我说的这个2的意思啊，是用2颗固本培元的丹药换1本功法，如何？给我。站住，不许动！丹药都给你们了，还要干嘛？你这个药丸儿给多了。哎，对，这边长生钩给你了。这个10倍的储物袋也就当俺送给你了。送给你了。蒙山无忧，最佳义气。小义气，小义气，告辞。你莫失送，不送。看来这丹药比灵石还好使，幸好离开神手谷的时候多带了些。如今我也是有储物袋的人了，再也不用带一堆大包小裹的了。你这法宝残片不是5块阶阶灵石，卖给我如何？不行，再怎么说也是结丹修士的法宝残片。说了这么半天，你这法宝残片到底有什么作用？有的，你们看，用这个法宝残片隐藏我的小绿瓶还不错。虽说是法宝残片，但你这残片也太小了。这样吧，看在你人长得不错的份上，我出1颗固本培元的丹药。哎，陆少，你这又占人便宜了。我出6块灵石，卖给我怎么样？我出7块，8块。行，8块灵石成交。对不住啊，我瞎喊着玩的。我跟他瞎喊着玩的。况且姑娘，你这残片真值不了那么多钱。哼。
哎，姑娘，别走啊！他们不要，我要啊！1块，我出1块灵石。我要价可是7块灵石，你们其他人还要出价吗？我看也不会再有其他人叫价了。还有吗？2瓶金水丹，换法宝残片。你不会也是乱喊的吧？成交。道友，这是何意啊？你好端端坏我交易，想走？可是，我用了合适的价钱买到了适合的东西，这才是正常的公平交易吧？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公平。我用了合适的价钱买到了适合的东西，这才是正常的公平交易吧？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公平。陆师兄，这法宝残片本就可有可无，灵根考核在即，还是不要招惹是非了。行，陈师妹开了这口，那自然要听。小子，下次就不会那么走运了。哼，走。这些世家子弟果然跋扈。方才多谢大哥替我解围，我叫汉云之，你怎么称呼？韩立。韩大哥，你也是参加测灵根的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吧。好。诸位修仙者，本轮大会由我们偃月宗代表7派主持。只要能通过灵根测试，韩兄便有机会被任意一派录用。天赋极佳者我以为你差点赶不上，更有可能一次性获得多个门派的入门邀请，届时还将由参赛者进行选择。韩兄，没事吧？我跟你说啊，在咱们修仙界尊卑有别，低阶修士不能扫视高阶。上边那位可是结丹期的师祖啊，你千万不能用扫视的眼光看着他，啊！这就是结丹修士。是啊。入选的名额有限，还请各位好好把握。烟如烟，木属性，天灵根，通过。真厉害啊！不愧是天家保国主的千金，看来不久后越国就能多一位结丹高手了。7派都选他呀，太厉害了！
我选偃月宗。据说偃月宗是现在7派当中最厉害的。有眼无珠的家伙，我的东西你都敢抢！抢夺灵球，不可闹出人命，就此罢休。火木双灵根，通过。我选偃月宗。一会儿啊，我也选偃月宗。韩兄，你选哪个？能选一块就行了。我选火风谷，我选清虚门，八方过，我选灵兽山，俺选巨剑门。哎妈，大哥！谁中？没事吧，大哥？哎，大哥，水火土三灵根，通过。搁这。慢点，慢点。没事，还活着啊。你没有被7派录取，落选。啊？怎么落选了？为什么不录取我？我哪一点比不上他们？这就是你们7派所谓的公平吗？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我想到了，金水火土4灵根，落选。韩兄，靠你了。小子，还没轮到你呢。看来你的灵根肯定是不怎么样啊。此人睚眦必报，修仙界怎么会有这样的货色？风系1灵根，通过。黄风谷，真无聊，简直是易如反掌。小剑，水土双灵根，通过。黄风谷，把球给他吧。
木水火土四灵根，落选。修就不通过，凭18了。区区伪灵根还敢来参加神仙大会，真是不怕丢人现眼呐！就是，丢人现眼，哈哈。木土双灵根，通过。下回就到我们了。郭谢连上山。这是今天最后一位通过测试的修仙者。没想到咱们两个倒成难兄难弟了。大家也不用气馁，这不是还有天舞台的比武吗？比武，比武就能通过了？即使是比武，我等散修和那些从小就泡在灵药罐子里长大的世家子弟比，又有何优势？难道咱们这些散修注定要被这些世家弟子欺压吗？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怎么说来说去都是这些话？其实也并非全无办法。贫道有一妙计，只不过需要倚仗各位的帮助。什么妙计啊，道长？我们都等不及了，你赶快说吧。说呀，道长，您就别卖关子了。万兄弟，若我俩在天雾台上遇见，你胜算几何？道长，你真会开玩笑。你的修为在我之上，我自然是打不过的。那如果这根拂尘借给你呢？这可是个中阶法器。那应该有5成。若将这个宝物也借给你呢？那就再多多2成把握。好，修仙界的较量，除了依靠修为之外，也倚仗各种法器、符箓、丹药。若论实力功法，我们肯定比不过那些心高气傲的家伙。但是我们有一项优势，他们肯定比不过我们，那便是团结。如果咱们青文会有100位散修，每个人都愿意贡献一件宝物的话，那我们岂不握有100件宝物？既然有那么多件宝物，别说是炼气顶层，就算是筑基修士，说不定也有一战之力。是。我愿意将我的中阶拂尘法器借与各位共享。青文，此事既然由我提出，自然要做出表率。贫道说过，之所以要成立青文会，是要建立一个修仙界人人平等的组织，要那些世家子弟知道，咱们散修可不输他们任何一个人。是，对，就是他们，他们算什么？我就说吧，跟着道长准没错。我知道，虽然有那么多宝物在手，在座的各位也没有办法人人都能取得胜利，但只要我们拼尽全力，哪怕不能赢，也要让这些世家子弟知道，咱们散修不是好欺负的。不是好欺负的，不是好欺负的。道长，我虽然资质不够，但我想出一份力。好，那想出一份力的都跟我过来吧。好，出一份力。这是我的，原来他们打的是这算盘。韩兄弟，可否愿意出力？方才听了道长的话，如今对进入7派也没多大渴望了。这天舞台的比试，我就不参加了。哎呀，这位道兄，这次可是咱们散修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呀！好机会呀！对呀，对，要力出力。看来不出点血，今日都无法脱身。有什么宝物拿出来同享啊！这样吧，我偶然得到一粒固本培元的丹药，本想留着自己用，
既然这样，就和大家分享了。那就多谢这位道友了。这是好一看就是好，好疼啊！来，我去方便方便。哎，你们聊，你们聊。哎，韩兄，哎，你没事啊？好了。小仁兄，你不会是来劝我参加青盟会的吧？当然不是。不过韩兄，你不打算去天舞台比试一下，赢得一枚筑基丹啊？击败最好，也得有命去才行啊。我就知道韩兄你是个有主意的。对了，你不是不准备参加比试吗？怎么还把宝物拿出分享？为咱们散修争点面子嘛。小仁兄，我总觉得那几个散修没那么简单。你这样毫无城府，很容易吃亏。不会的，这天下散修是一家嘛。你想多了，韩兄。算上之前攒的，咱们已经有了38件法器。请问，不如带着这些法器远走高飞，岂不是更好？不行，泰南小会的禁止要天舞台比试后才会解除，咱们现在没法离开。若是那些散修主动把宝物交出来，那是最好；若是不肯的话，道长放心，若是不肯，我第一个。对，饶不了他们。说了那么多次，别老把打打杀杀放在嘴边。是道长。下去，下去。韩大哥。总算找到你了。还有什么事吗？我这里还有一些符箓，想跟你再换些丹药，行吗？我这里有聚力符、寒冰符，这些是攻击型的，这些是防御型的。这个金刚符可厉害了，它可以抵御炼气10层修士的全力一击。这个呢？这个是雷火符。它可以同时发出雷与火的攻击，你看。要不我再跟你换2张新的？不应该啊，我是按照书上的方法作画的。哎，韩大哥，你看这2张符怎么样？我保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这2个，韩姑娘，你急需丹药做什么？我想给我哥哥治病。抱歉啊，你的这些符箓呢，对我而言用处都不大。不过呢，如果你有制符的丹砂和符纸，我倒是可以考虑。你想学制符？那这个你一定用得上。这个是金竹笔。笔尖由2级妖兽尾毛所制，笔杆则是用乌铁和金晶混合而成，是由筑基期修士使用炼气秘法精炼铸就。这可是绘制符箓的不二法器。这可是异宝啊！你真的要卖给我？其实这是我的传家之物，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于制符一事上确实没什么天赋，所以这根金竹笔对于我来说也用不太上。可以要多少？2瓶丹药，如何？我还可以加上这些符箓、朱砂和这本符箓大全。成交。
哥，我这里还有一本《清晰笔录》，里面记载了不少修仙界的趣闻秘史，我都看完了。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可以拿去解解闷儿。我正想多了解一些，谢了。凡持7派升仙令，可免册进入门派，并额外获得筑基丹一枚。升仙令是什么？韩兄，走一天舞台看看。我听说啊，这次天舞台比武为了吸引参赛选手呢，各大门派都拿出了不少的奖励。这第1名除了有筑基丹，还有不少的这个灵石，还有功法。小仁兄，我得到了一本书，上面有不少的修仙译文，也不知真假，想不想一起看看？行啊。清晰笔录。哎，这是什么？这个看着好像是哪个门派的令牌吧？这不是令牌吧？你看这上面的字。升仙令。升仙令是什么东西啊？升仙令是……我听说啊，升仙令呢，就是你只要有了升仙令，就不用武斗，也不用测灵根，可以直接进入7派。哎，有这说法吗？瞎说！那要是这样的话，大家都抢这个升仙令得了呗，谁还来这天舞台拼命？也是，无稽之谈。师祖，你猜得对，已经有不少的世家子弟来登记魏牌失窃了。这青文会倒是一刻也没闲着，连考核会上都敢下手。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果然那些散修出事和他们脱不了干系，还想嫁祸给世家子弟。天舞台比武之后，就将他们拿下吧。是。看样子，这块升仙令对应的是黄风谷。黄风谷，听说在7派中也是数1数2的大门派，运气还真是不错。总算万无一失了。
明知道打不过还来送死，你配得上这颗筑基丹吗？老夫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了，世家小子，别猖狂！这听闻什么来路啊？怎么身上宝贝这么多？陆兄不会要输了吧？不会的，他就快赢了。兄弟，能让了。既是比武，点到为止即可。他既已认输，何故要伤人性命？师祖恕罪，小人没注意到他已经认输。是没有注意，还是看你的对手是无名无势的散修，不在意罢了。多谢师祖，为我的散修发声，为我们做主。是啊，为我们做主啊！我知道近来有很多散修下落不明，此事我偃月宗定会追查到底。若有人敢挑拨散修与世家子弟的矛盾，扰乱修仙界秩序，我绝对不会轻饶。陆明远胜，得筑基丹一枚。修仙者的实力，不仅看灵根，还有法器、符箓、阵法、丹药，利用一切可用之物，谋定而动，厚积薄发。或许，这才是最适合我的道路。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取巧的办法，都将无所遁形。恭喜陆师兄！恭喜陆师兄！他似乎进的也是黄风谷吧？还真是冤家路窄呀。只差一招，就只差一招。晴雯，那家伙毕竟是一灵根的天才，没必要与他硬碰硬。这次不行，下次我们再努力嘛。下次？哪有那么多下次？我不都跟你说了，天下散修是一家，别往心里去啊！别说了，说得我心肝疼。哎，哎，我说大伙儿，也别这么悲观。我听说，好像得到一样东西，就算不参加天舞台的比武，照样有机会能进入七派呢。什么东西？好像叫升仙令。升仙令啊！哎，青文道长，我正要问你呢，你知道这升仙令吧？升仙令乃越国七派设立，为的是奖励那些立过大功的修仙家族，可以世代相传。据闻持此令者，可以到各个门派免册入门，还可以获得筑基丹。筑基丹，免册入门还能得到一个筑基丹，果然是长见识。但这东西已经数百年未曾出现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哈，不是我，是韩兄他问，是他在一本书上看见的。他主动问你的吗？也不是，也没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在这儿闲聊。那韩立呢？怎么没见到他？韩立
坛里没见着啊。你们不是总在一起吗？嗨，我跟他压根儿不熟，他好像已经走了。走了。禁制还未解开，他去哪儿？啊，我，我肚子，我去方便一下啊。怎么跑了？去哪里了？这是肚子疼，真的假的呀？看来这次太南小会没有白来，这些宝贝对以后修仙大有帮助啊！伪灵根就伪灵根吧，有这生仙令就不少了。在这度过今晚，明早禁制一开，就离开此地，去找黄风谷。那边，快！站住！别跑！追！站住！站住！那边，快！韩兄，韩兄，小山兄，小山兄，你怎么了？韩兄，快跑！请问他们是坏人？对不起，我给你惹麻烦了。生仙令的事暴露了。韩兄弟，你跑什么呀？留下来一道喝酒啊！往哪儿跑？两位，这是何意？何意呀？事到如今了，韩兄，你就别装糊涂了。嘿，韩兄弟，你这就不地道了吧？得了生仙令这样的宝贝，不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生仙令？什么生仙令？没听说过。都是你们，光天化日下谋财害命，就不怕七霸追杀你们吗？别跟他废话了，
先拿下，再搜他的身。他人去哪儿了？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那个晴雯还在暗处没出手。韩兄弟，我看见你了！别藏着了，快出来吧！上品法器！静雯，救我！静雯！你果然出现了，万小山，是你杀的？小山兄弟是个好人，但好人也难免一死。你的人也死了，为何见死不救？我一直隐隐觉得你藏有后手，所以让他们先出手。果然是对的。原来如此，你们有3个人，但生星令只有1块。韩兄弟是聪明人，评估于我多年，此事若非事关大道，我也不会如此行事。哼，你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韩兄弟，这飞剑斧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吧？你猜？这里是太南山谷，你在这行凶，就不怕被人发现？你来路不明，居心不良，等你混入此地，杀了万小山、吴九指，正评估，我杀了你替他们报仇。你说那些散修是信你还是信我？哼，好啊，大不了我就把生星令拿出来，谁能杀你，我就给谁。你。哎，为了块令牌，赔上性命值吗？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散修的意义。谁？
像快死了，不过主人说了，你还不能走。看来只有让他去死了。这人是什么境界？连他的动作都看不清，若被抓了，必死无疑。快跑！阁下是哪位？听闻会是你做的，还有点意思。在下只想还命，适才那位身上才有宝物。若前辈能救我性命，我必严加拷问，将宝物献给前辈。升仙令，七派的那一点残羹冷炙算什么宝物？你想不想成为筑基修士？筑基？若前辈能够助我成为筑基修士，今晚愿甘老涂地，报答前辈。前辈，你这个人呐，都快死了还想着筑基，请前辈助我。罢了。有事。梦里有梦的碎片，细雪落在水中天。此去经年步履流连，风景又浮现，难忘记。不如怀念，总说往事都如烟。回首荒唐不忍言，喧嚣红尘寂寞书卷，挥去了流年，这妄言是我情结。相逢泛起又见炊烟，似天边又如烟烟，回首已在山。